在我17岁那年中元节，我差点死在三岔路口，就因泼水饭时犯了奶奶的死命令。老辈人常说7月半鬼乱窜从不是戏言，中元节鬼门大开，孤魂野鬼纷纷跑出，开始抢食闹阳间。老辈人都懂7月半泼水碗是给孤魂续口粮，一步错便结死仇，躲无可躲。我的奶奶千叮万嘱，必须先泼水再扣碗，全程不能回头，否则等于给阴灵地缠人许可。结果我2条忌讳全犯了。天刚擦黑，奶奶端出个土碗，表情严肃的反常，碗里是清水冷饭，压着块带血丝的刀头肉，腥气刺鼻。耗子，过来。奶奶声音阴沉，手里攥着香和黄纸，透着渗人劲儿。我凑过去接竹篮时，指尖碰到篮底香灰，凉的刺骨。爷爷不和我们一起去吗？他去县城给人看阴地了，明天才能回来。奶奶，为啥非得去三岔路口？因为那是阴阳交汇处，只有在那里，孤魂才能受到供奉。话音刚落，阴风扫来，背上像是趴着个人，压得我难受。到了路口，奶奶点燃香火后，双手合十，火苗在风里扭曲如活蛇，透着诡异。她拜了3拜，嘴里念念有词。过往宗亲，孤魂野鬼，略备水饭，享用后速保我家平安。泼完水再扣碗，无论见啥听啥，都别回头，直接跑回家，记住没？我点点头，我让奶奶先走，自己去拜了3拜。谁知刚端起碗，意外就来了。手腕突然发麻失控，碗哐当倒扣，水饭洒了一地。碗落地的瞬间，阴风卷着黄纸灰扑脸，香火轰地窜起半米高，差点烧到我的头发。我吓得瘫坐在地，心脏狂跳。我爬起来就跑，可刚出10几步，脚像被定住一样挪不动。好奇心作祟，我忍不住回头，谁知就这一眼，魂差点被吓飞。烛火旁飘着3团绿火，忽明忽暗，像有东西在追我。我吓得一路狂奔，风里像是有女人的哭喊声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冲进院子，关上门。奶奶听见我的声音，从堂屋走出。好啥？魂儿都快没了。没事，我就想快点回来。我不敢跟奶奶说实话，怕她责骂。躺在床上，我辗转难眠，梦中绿火总在眼前晃。半梦半醒间，听见有人叫我名字：陈浩，给我开门啊！是爷爷的声音，清晰如贴耳，还带着湿冷潮气。我猛地从床上坐起，看向墙上闹钟，显示11点40分，离子时只剩20分钟。是爷爷回来了吗？我起身开灯下床，心里犯嘀咕：奶奶明明说她明天才能回来啊！惨白的灯光照亮院子，我刚碰上门栓，奶奶的房门突然开了。耗子，咋了？我听见爷爷喊我开门。我指了指门外，院子里的狗叫得更凄厉。奶奶脸色疑惑后突然骤白，一把将我拉进屋，把屋门关死。你跟奶奶说实话，泼水碗时到底咋了？我不敢再隐瞒，把碗倒扣和滤火的事全说了。他听完腿一软，险些坐倒。耗子，我千叮万嘱，你咋就不听呢？时针已指向11点50分，寒意从脚底窜起，门缝里冷风直钻。他没转身走向米缸，抓了碗糯米撒在堂屋门口。糯米辟邪，能挡脏东西。到了子时，阴门大开，他们会被你引来的。奶奶话音刚落，爷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陈浩，开门啊！这次更急，还带哭腔。的确是我爷爷的声音就在门外。我和奶奶对视，满眼恐惧。他突然朝门外大喊：你不是他的爷爷，快滚！再缠着我孙子，我老头回来了，第一个收了你。声音消失后，他喘着粗气，转身去厨房拿了把菜刀。他把刀刃朝外对准门口，盯着堂屋的灯。灯一直开着，应该能撑到天亮。我蒙着被躺了半宿，做了个噩梦，重回三岔路口，绿火追着我跑，甩都甩不掉，想叫叫不出，想跑跑不动，浑身被压，这是典型的鬼压床。后续的事都是奶奶后来告诉我。第二天，她开门发现糯米圈上印着几个尖黑脚印，不像人的，格外瘆人。她叫我起床，我却毫无反应，额头烫得惊人，脸色惨白如纸。卫生院医生赶来检查，最后摇头，查不出什么问题，就是烧得很奇怪。打了退烧针也没用，我依旧昏迷，嘴里总嘟囔绿火苗别抓我。上午10点多，爷爷终于回来了，见到我的模样，听奶奶说完经过后，脸色沉得难看，满脸愤怒。这不是发烧，是中邪了，快带我去三岔路口。两人到了地方，发现倒扣的碗还在原处，翻过来一看，水饭和刀头肉全成了漆黑腐物，恶臭刺鼻。正常泼对的水饭，天亮就该被孤魂吸净，怎么会烂成这样啊？爷爷脸色凝重，他让奶奶去土地庙求香灰混着井水喂我喝，自己拿锄头在原地挖坑。他把腐物埋好后，撒上香灰，烧了纸钱，说道：冲撞了各位，是我孙子的错，今晚补泼水碗，别再缠着他，否则我必让你们魂飞魄散。神奇的是，中午我就醒了，烧也退了，只是浑身发软没力气。我拉着爷爷问：糯米上的黑脚印是什么留下的？是孤魂跟着你回来了，幸好被糯米挡住，你回头对视，就等于递了替身帖，让他们盯上了。昨晚叫我的不是你。爷爷摇头，掏出个红布包。他说，在县里遇到的老道士说，今年中元阴门错位必有大凶，让我把护身符带好，千万别摘。我攥着护身符，心里还是发慌，总感觉有很多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，没想到这只是开始。3天后的晚上，我起夜时，突然看见院墙上飘着一团绿火，和三岔路口的一模一样，离我很近。我吓得往屋里跑，去喊爷爷，可等他出来时，绿火已经消失。爷爷检查一周院子，发现墙角香灰被踩出了小脚印。他们没走，还在盯着你，今晚一定不要睡沉。后半夜，我又听见院子外的声音，这次是女人的哭声，哭声细碎，从窗缝钻进来，伴着低语：我的水饭，你没给我泼，
我攥着菜刀不敢动，对着窗户喊：今晚就补给你，你别过来。哭声瞬间停止，我却再也睡不着，睁眼熬到天亮。我把这事告诉爷爷，他没说话。白天买了2斤糯米，在院子撒了一大圈，到了晚上跟我说道：今晚我陪你补坡，一定要跟紧我。我心里发怵，却知躲是躲不过，只能点头。当晚，爷爷提着竹篮走在前面，我攥着护身符紧跟在后，手心全是汗。刚到3岔路口，就见一团绿火贴着地面晃，格外诡异。别抬头，跟着我。爷爷压低了声音，点燃好香烛，摆好祭品。他先拜了拜：冤魂莫怪，今日补供水饭，享用后速速离去，再纠缠，休怪我无情。他把碗递给我，我手发抖，刚泼出水饭，阴风骤起，比上次更猛，手电突然灭了，耳边全是哭喊声：快走，别回头！爷爷拉着我就跑，身后有东西追赶，寒气像条冰蛇直钻后颈。跑回院子关门，才发现爷爷的衣角被扯破，沾着黑灰，像是被抓过。是个枉死的姑娘，当年在这路口被害，没人给她泼水碗，怨气极重。爷爷擦了擦汗，脸色凝重。我盯着他衣角：爷爷，昨晚张叔家外面也有绿色的火焰。张家门口是老道场，以前堆过死人，绿火去了，肯定要出事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村里传来尖叫，张奶奶上吊自杀了。我跟爷爷跑过去时，张叔家院子围满了人，灵棚也已经搭好。后半夜走的，啥动静都没有。张叔瘫在地上哭，脸色惨白。爷爷绕着院子走了一圈，在角落蹲下拨了拨土，脸色更加阴沉。这里埋着东西。他让张叔找来铲子，挖了几下就挖出一块发黑的纸巾。这是引魂骨，有人故意埋的，把那姑娘的怨气引到了你家。爷爷用红布包起骨头，张叔气得直拍大腿哭喊：肯定是李瘸子，前阵子因为田地吵架，他放狠话要我家不得安宁。我们去找李瘸子却没找到，邻居说他昨晚就出去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更诡异的是，张奶奶灵堂的蜡烛总莫名熄灭，香每次烧一半就会断。爷爷说怨气没散，必须找阴阳先生，否则还会出事。我们从隔壁村请了陈先生，他一进门就皱眉：此地阴气极重，肯定不止一个冤魂。他当场做法，用公鸡血画符，把引魂骨带到十字路口烧尽。做完法事，蜡烛不再熄灭，但张叔仍然脸色惨白，萎靡不振。陈先生临走前说：李瘸子怕是出事了，埋引魂骨沾了怨气，活不成了。隔天就有人在老道场发现了李瘸子的尸体，他眼睛圆睁，满脸惊恐。最吓人的是他右手食指少了一截，伤口焦黑如被火烧。爷爷拉着我回家，路上没说话，到家才开口：他的怨气没散，他一定会找下一个。可能是你，也可能是我。我攥着护身符的手全是汗，想起绿火和哭声，浑身发抖。当晚我又做了噩梦，重回泼水碗那天，碗再次倒扣，这次是密密麻麻的绿火围着我转。我惊醒后，发现自己不在床上，竟在院子里，脚边是糯米圈，糯米圈被踩得乱七八糟，全是尖脚印。院墙上的绿火正对着我笑。这次我看清了，绿火里是个穿红衣的姑娘，脸惨白。我想喊爷爷，却发不出声，身体再次被压住，力气大得像要压碎骨头。就在我快窒息时，爷爷拿着桃木剑冲出来：孽畜，休得伤人，坑害了2人还不够吗？这是烈火符，再不走，休怪我无情。黄符飞过去，绿光被点燃，哭喊声渐弱，最后化作一缕黑烟消失。爷爷扶住我：这姑娘是被害的，尸骨没埋好，怨气不散。李瘸子和张奶奶都是他杀的。他还会来吗？只要他的怨气不散，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第二天，爷爷和陈先生去3岔路口挖掘，终于在老槐树下挖到一具红衣孩子，手指少了一截。就是他，当年被勒死，埋在树下。得好好安葬，再做7天超度法事，否则还会回来作乱。法事做了7天，这7天里村里很安静，没有绿光，也没有哭声。我以为这事终于结束了，可爷爷却总说不对劲，每天都在院子里撒糯米，在门口摆菜刀。第7天晚上法事结束，陈先生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块玉佩，这是辟邪玉，比护身符管用，要是再遇到事，就捏碎它。到家后，我把玉佩戴在脖子上，当晚睡得很沉，没有做噩梦。可凌晨的时候，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，不是大门，是我的房门。耗子，开门！又是爷爷的声音，可这次我清楚地听见爷爷的声音是从大门外传来，而敲门声在我房门后。我攥着玉佩不敢动，敲门声越来越急，还伴着指甲抓门的声音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开门！与此同时，堂屋门外的爷爷也在喊：耗子，别开门，是他变的。我吓得浑身冰凉，突然想起陈先生的话，赶紧捏碎玉佩。一道金光从玉佩里冒出来，房门后的敲门声瞬间停了，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。我打开房门，地上有一滩黑灰，而门外是爷爷和陈先生站在那里。他没走，附在你房门上了。现在他的怨气更重了，普通的法师压不住，得找个更厉害的地方镇压。陈先生需要去哪里？清源大桥，当年修桥时用了特殊阵法，阳气重，能镇压住它。不过去那里可能会遇到更可怕的东西。只要能除了他，再可怕的东西我都敢去。不是好东西，我们连夜往清源大桥赶。可我没想到，陈先生说的没错，清源大桥上真的藏着比红衣姑娘更吓人的秘密。而我们刚到桥头，就被一团黑雾困住。陈先生急忙从布包里掏出桃木剑，又抓出一把黄符往空中一撒，
不好，红衣姑娘的怨气跟着我们一起来了，桥底阴魂也被怨气惊动了，快拿糯米用阳气逼退他们。爷爷立刻掏出提前准备好的糯米袋，抓着往黑雾里撒。糯米落地的瞬间，发出烧柴时噼里啪啦的声响，黑雾像是被灼烧般往后退了一小片。我攥紧陈先生出发前给我的护身符，陈先生一边用桃木剑划开黑雾，一边大喊：洞会交彻，武气腾腾，金光素现，复护真人。念完，陈先生双手举起手中的桃木剑，一道金色剑气从黑雾中劈开一道口。此时红衣姑娘像是被击退，怨气在黑雾中凝聚成一道模糊的红影，在黑雾边缘徘徊，像是在寻找突破口。桥身阳气最盛，快往桥中间跑。陈先生拉着我和爷爷往桥中央冲，黑雾在我们身后紧追不舍。到了桥中央，陈先生让我们背靠背站好，他则用桃木剑在地上画出一个法阵，又点燃3炷香插在法阵角落。这是锁魂阵，能暂时困住他们。香烛燃起的青烟与黑雾纠缠在一起，那些哭嚎声渐渐变弱，红衣姑娘的红影也开始变得模糊。陈先生趁机掏出一张黄色的镇鬼符，咬破手指在符上画了一道血印，猛地贴向红影。是！红影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瞬间消散在黑雾中，失去了红衣姑娘怨气的支撑。黑雾也开始慢慢散开，桥底的哭嚎声也渐渐消失了。我们瘫坐在桥面上，大口喘着气。怨气暂时被镇压了，但你体质特殊，容易招惹阴邪，这里终究不是长久之地。我知道一个地方叫青山村，在深山里阳气很足，你去那里休养一段时间，避避风头。爷爷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我有个远房老哥就在青山村，正好带你去投奔他，也能让你清静清静。休息了片刻，我们便离开了长江大桥，辗转往青山村赶去。我以为逃离了红衣姑娘的纠缠，就能迎来平静，却没想到这趟青山村之行才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。我靠在座位上，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窗，看着带着些许古朴气息的山峦越来越近。汽车行驶了整整6个小时，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高楼大厦逐渐变成了连绵起伏的青山。这一路我始终紧绷着神经，长江大桥上的黑雾与哭嚎声还在我脑海中盘旋。陈先生说我体质特殊，一招阴邪的话，更是让我心里发沉。汽车售票员的声音将我从思绪中惊醒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县城的汽车站。陈浩，那是爷爷提前联系好的，让青山村的王叔专门来接我。王叔好。我笑了笑走过去，被王叔一把接过行李，热情地拍着我肩膀。长这么精神，听你爷爷说你受了点惊吓，来我们这儿养养就好了。王叔爽朗地笑着，领着我走向一辆破旧的面包车，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行。我望着车窗外陌生的风景，心里却始终提着一股劲。经历过之前的一系列怪事，我再也不敢对任何异常掉以轻心。村里变化大吗？没什么变化，年轻人都出去了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。不过最近村里出了些怪事。什么怪事啊？我心里一紧，本能地提高了警惕。王叔犹豫了一下，似乎在考虑要不要说。算了，你刚回来，别吓着你，等你安顿下来再说吧。这个欲言又止的回答反而让我更加不安，但无论我怎么追问，王叔都不肯再多说，只是专心开车。车子最终停在村口一栋老旧的砖房前，那是爷爷远房老哥的家，也是我接下来要休养的地方。远房爷爷已经70多岁，但身体硬朗，见到我回来高兴的合不拢嘴。晚饭后，我帮远房爷爷收拾碗筷时，终于忍不住问道：爷爷，王叔说村里最近出了怪事，是什么啊？远房爷爷的手突然停住了，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，他慢慢放下碗，叹了口气。你也听说了？到底是什么事？我追问道。远房爷爷看了看窗外已经暗下来的天色，压低声音说：最近有村民说晚上看到怪脚。怪脚？就是巨大的脚掌悬在屋顶上，有人说像人的脚，但比正常人大10几倍，长满了黑毛。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。经历过红衣姑娘的事情，我对未知的事情越来越恐惧。真的有人看到了？不止一个人。我想说这可能是幻觉或者恶作剧，但远房爷爷的表情让我把话咽了回去。我知道山里的老人从不胡说八道。别担心，可能只是看花眼了。远房爷爷勉强笑了笑。你坐了这么久的车，早点休息吧。你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。夜深了，我躺在陌生的床上，听着窗外的虫鸣和偶尔的犬吠，思绪怎么都无法平静。怪脚的传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，让我既感到恐惧又充满警惕。就在我即将入睡时，一阵奇怪的声响从厨房传来，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轻轻落在地面上。我瞬间清醒了，我屏住呼吸仔细聆听，声音又来了，这次更清晰，伴随着一种奇怪的湿漉漉的摩擦声，就像什么东西在潮湿的地面上拖行。我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摸黑向厨房走去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突然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袭来。我抬头看向房梁，那一刻，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。在厨房的横梁上悬着一个巨大、长满黑毛的脚掌，它没有腿，没有身体，就那样诡异的凭空悬挂着。我僵在原地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嘴巴张开却发不出声音。那个巨大的脚掌似乎在微微晃动，脚趾偶尔抽搐一下，就像在睡梦中无意识的动弹。最恐怖的是，我能闻到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，像是腐烂的肉，混合着潮湿泥土和某种野兽的气味，让我胃部一阵翻腾。时间仿佛静止了，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，也许
只有几秒钟，也许有几分钟，我的大脑完全无法处理眼前的景象。理性告诉我这不可能是真的，但感官却清晰地记录着每一个可怕的细节。然后，就像它出现时那样突然，那个巨大的脚掌开始变得模糊，边缘逐渐消散，如同一团烟雾被风吹散。几秒钟后，厨房里只剩下月光和寂静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终于找回了呼吸的能力，我大口喘着气，双腿发软，几乎站不住。我跌跌撞撞地退回自己的房间，一头扎进被子，浑身发抖。那不是幻觉，绝对不是。第二天清晨，我顶着黑眼圈出现在厨房时，远房爷爷已经煮好了稀饭。睡得不好吗？远房爷爷关切地问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说出昨晚的经历。爷爷，我看到了那个怪脚，远房爷爷的手一抖，勺子掉进了锅里。在哪里？什么时候？就在厨房，大概是半夜1点多。我描述了我看到的一切，包括那个令人作呕的气味。远房爷爷的脸色变得煞白。我得去找村长说说这事。爷爷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追问道。远房爷爷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在组织语言。老一辈人说这是山鬼的脚，传说深山里住着一些古老的存在，他们偶尔会下山窥探人类的生活。山鬼？我觉得这个词既陌生又熟悉。他们无形无质，但有时会显露出一部分身体，通常是脚或者手。远房爷爷的声音低沉。看到他们的人通常不会有好下场。你是说这会带来厄运？远房爷爷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让我抓紧吃饭，带我去见村长。村长的家位于村子中央，是一栋砖瓦房。我和远房爷爷到达时，已经有几个村民聚集在那，神情紧张地交谈着。村长是个60多岁的精瘦老人，看到远房爷爷立刻迎上来。你这远房孙子也看到了？远房爷爷点点头，让我把昨晚的经历又说了一遍。村长面色凝重地听着我的讲述，最后叹了口气。看来不是个别现象了。从今天起，所有人晚上不要出门，家家户户准备好火把和铜锣，只要有异常就敲锣示警。村长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活了60多年，从没见过哪种动物的脚印是这样的，而且40年前村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这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连续1个月，几乎每家都有人看到怪脚，然后就有人开始失踪。先是村东头的王老三，晚上出去解手就再没回来。3天后，我们在后山找到了他的一部分。然后是小学校的李老师，还有张家的双胞胎姐妹，总共5个人。后来是怎么解决的？我们请来了山那边的老道士，做了3天法事，在村口和各家各户贴了符咒，怪脚就再没出现过，持续到现在。人群中响起一阵不安的低语。我建议我们再次请道士来看看。我已经让人去请了，明天应该能到。在这之前，大家晚上一定要小心。回远房爷爷家的路上，我心事重重。作为一个刚经历过灵异事件的人，我再也不敢质疑这些超自然的解释。爷爷，你觉得这真的是山鬼吗？我忍不住问道。陈浩，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科学还解释不了。我们山里人世代相传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有些存在最好敬而远之。下午我决定在村里转转，了解更多情况。我先去了村东头张木匠家，据说是最早看到怪脚的人之一。张木匠是个40多岁的粗壮汉子，见到我来访显得有些意外，但还是很热情地请我进屋喝茶。你也是为了那怪脚来的吧？我想了解更多情况。张木匠的表情变得严肃。那是10天前的晚上，我在作坊里赶工到很晚，突然感到一阵冷风，抬头就看到房梁上悬着那个东西，它就在那里晃荡，好像在找什么。找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只是一种感觉。它出现的地方空气温度很低，而且总伴随着一股腐臭味。最奇怪的是，我养的狗那天晚上一声不吭。我心里记下这些细节，又走访了几户声称看到怪脚的人家，得到的回答都是巨大的脚掌、刺骨的寒意、难闻的气味。傍晚时分，我路过村后的小学，遇到了校长的女儿小雨，一个16、17岁的少女，她脸色苍白，眼下有明显的黑眼圈。你也看到了？在我房间窗外，她悬在那里，脚趾还动了动，好像在嗅探。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臂。我觉得她不是偶然出现的，她在找特定的人。什么意思？我做了个梦，梦里那个脚连着一个巨大的黑影，她在村子里游荡，好像在数着什么人，1个、2个、3个。我正想追问，突然听到村里响起了急促的铜锣声。我和小雨对视一眼，立刻向锣声传来的方向跑去。一路上看到村民们纷纷从家中探头张望，脸上写满惊恐。我们跑到村口的老槐树下，那里已经围了10几个村民。人群中央，王叔正手持铜锣，脸色煞白地指着地面。我挤进人群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冷气。泥地上赫然印着一个巨大的脚印，足有普通人的5、6倍大，轮廓清晰可见5根脚趾和脚掌的纹路。更诡异的是，脚印周围的野草全部枯萎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。我刚从地里回来，就看到这个，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这脚印就这么凭空出现了。村长蹲下身，用树枝测量了一下脚印的尺寸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和40年前的一模一样。
他在标记什么吗？小雨轻声问道，手指紧紧攥着我的衣袖。我突然想起小雨刚才说的话，他在找特定的人。我低头看向那个巨大的脚印，注意到脚印中心有一小片泥土，呈现出不自然的暗红色，像是渗入了某种液体。大家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天黑后不要单独行动，家家户户点起火把，轮流守夜。我已经派人去请周道士了，明天就能到。人群发出不安的低语，我注意到几个老人正在胸前比划着奇怪的手势，像是某种驱邪的手印。回远房爷爷家的路上，夕阳将山峦染成血色，我的心跳仍然没有平静下来。你觉得那到底是什么？远房爷爷沉默地走了一会儿才回答：山里有很多古老的东西，比我们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时间长得多，有些不喜欢被打扰。我们打扰到什么了？不一定是我们主动做了什么，有时候仅仅是人类的某些行为或者特定的人出现，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。我想起自己特殊的体质，难道我的到来就是那个特定的人吗？那一夜，村里没人睡得安稳，我躺在床上，耳朵捕捉着屋外的每一个声响。远房爷爷在堂屋里点着灯，整夜未息。第二天中午，村里来了个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一身白色的道袍，这就是周道士。村长将道士迎进祠堂，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聚集在那里，包括我的远房爷爷。我和小雨也悄悄跟了进去，站在角落听着。周道士听完村长的描述，又去查看了村口的巨大脚印，脸色变得异常严肃。是山魈的脚印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山魈。山魈不是山鬼吗？民间常把它们混为一谈，其实是不同的东西。他从布袋里取出一本发黄的旧书，我凑近看到上面画着一个模糊的黑影，只有一只巨大的脚画得比较清晰。山魈喜欢在深山古洞中栖息，但每隔几十年就会下山一次。他们会数人，在村庄周围留下足迹，标记他们选中的人。选中的人做什么？我忍不住问道。周道士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深邃，将他们带走。山魈需要人类的精气维持，特别是年轻人的。回到祠堂内，祠堂里顿时一片哗然，小雨的脸色变得惨白。40年前也是这种情况吗？周道士点点头，他说山魈的活动有周期性，没想到这么快又出现了。他环视众人，被山魈选中的人脚踝上会出现一个青色的印记，像被手指捏过的淤青。怎么解决？我的远房爷爷急切地问。首先，我要检查所有人，找出被标记的，然后我们要在房屋周围撒上特制的香灰，在门窗贴符咒。最重要的是，被标记的人绝对不能单独行动，尤其是晚上。全村老少排着队让周道士查看脚踝，我注意到道士检查得非常仔细，有时还会用一面古旧的铜镜照一照。轮到我时，我卷起裤腿，露出脚踝。周道士粗糙的手指按在我的皮肤上，突然停住了。我低头看去，有一个淡淡的青色印记，形状像是一个巨大的指印。你被标记了，周道士严肃地说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我想起了昨晚厨房里那个悬在房梁上的巨大脚掌，他是在找我吗？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小雨的右脚踝上也有同样的印记。最终，包括我们在内，村里共有5个人被标记，除了我和小雨，还有张木匠的学徒阿强，村西头的寡妇刘婶，以及村长的孙子小虎。 5人和40年前一样。夜幕降临前，周道士指导村民们在各家各户周围撒上一种特制的香灰，他在被标记的5人家门口额外贴上了朱砂画的符咒，并嘱咐我们晚上无论如何都不要出门。今晚很关键，山魈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了他的标记，可能会提前行动。你们一定要和家人待在一起，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理会。我回到远房爷爷家，发现爷爷已经按照道士的指示，在门窗上贴满了符咒，还在屋内点了7盏油灯，排成北斗7星的形状。这是做什么？是7星灯阵，能驱邪避凶。你今晚就睡在堂屋，别回自己房间了。晚饭后，村里出奇的安静，我躺在堂屋的临时床铺上，眼睛盯着天花板。午夜时分，一阵刺骨的寒意突然袭来，我猛地坐起身，发现7盏油灯的火焰同时变成了诡异的青绿色。爷爷，我低声叫道：“爷爷已经醒了。”正警惕地环顾四周，别出声。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就在这时，屋顶传来咚的一声闷响，像是有什么重物落在了上头。我抬头盯着天花板，看到灰尘从梁木间落下，一声巨响，屋顶的一角突然塌陷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从破洞中垂下。那是一只长满黑毛的脚掌，足有磨盘大小，5根粗壮的脚趾在空中抓挠着。我和爷爷僵在原地，连呼吸都停滞了。那只脚掌在屋顶缓慢移动，它似乎能感知到我们的存在，正逐渐向我们的位置探来。突然，村子的另一头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尖叫声，紧接着是此起彼伏的铜锣声和呐喊声。那只脚掌顿了一下，然后猛地缩回屋顶的破洞中，消失不见了。快，爷爷，是小雨家！我跳起来就要往外冲，爷爷一把拉住我：“别出去，道士说了不能单独行动。”但小雨有危险。我挣脱爷爷的手，我举着火把向小雨家跑去。转过一个巷口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差点摔倒在地。小雨家屋顶上赫然立着3个巨大的黑影，每个黑影下方都垂着一只巨大的脚掌，它们正在屋顶上移动，瓦片在重压下纷纷碎裂。更可怕的是，其中一只脚掌已经穿透了屋顶，伸进了屋内。屋内传出小雨的尖叫和他父母的哭喊声。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捡起一块石头朝屋顶扔去。石头穿过其中一个黑影，仿佛击中了一团烟雾，但那个黑影却是转了过来，我却能感觉到一种充满恶意的注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火光从侧面飞来，击中了那个黑影，黑影发出一声非人的嘶吼，
缩回了屋子里的脚掌。我转头看去，是周道士，他手持一柄燃烧的桃木剑，另一只手不断抛洒着某种发光的粉末。快进去，把人带出来！我只能暂时逼退他们。我冲进小雨家，屋内一片狼藉，屋顶破了个大洞，小雨蜷缩在墙角了。快走！我拉起小雨就往外跑。我们刚冲出屋子，就听到村子的另一头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。当我们赶到刘婶家时，只看到被撞破的大门，屋内一片混乱，地上有一道宽大的拖痕，一直延伸到屋后的黑暗中。刘婶失踪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村民们沿着拖痕搜寻，在村后的山林边缘发现了更多巨大的脚印，但刘婶的踪迹到此消失。周道士检查了那些脚印，面色凝重。山魈带他回巢穴了。我们必须上山，必须彻底解决，否则剩下的4个人也会被陆续带走。周道士看向我，小雨，我看向远处的深山，那里藏着什么样的恐怖？而失踪的刘婶现在是死是活？第二天清晨，我们收拾好行装，急忙上山。我紧了紧背包带，看着面前蜿蜒入山的小路，喉咙发紧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周道士清点着人数，除了我、小雨，还有王叔和张木匠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火把、镰刀或斧头作为武器。周道士则背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布袋，里面装满了符纸、香灰和其他我叫不上名字的法器。我摸了摸左脚踝上的青色印记，那里从昨晚开始隐隐作痛，现在颜色似乎更深了一些。身旁的小雨脸色苍白，眼下挂着浓重的黑眼圈，显然一夜未眠。沿着脚印走。周道士指着泥地上断断续续的巨大足迹，他们带刘婶走的就是这条路。队伍沉默的前进，起初还能听到鸟鸣和虫叫，但随着深入山林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。这不对劲，这时候山里应该到处都是鸟叫声。周道士表情凝重，山魈出没的地方，活物都会避开。我注意到路边的灌木丛有被强行压过的痕迹，一些较细的树干折断，断口处渗出暗红色的树叶，像血一样。我不禁想象刘婶被拖行时的情景，胃部一阵抽搐。走进深处，领头的周道士突然停下脚步，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。前方树林间隐约可见一座建筑物的轮廓。周道士压低声音：“就是那里，山魈的巢穴。”拨开最后一片灌木，一座破败的古庙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庙门已经腐朽，歪斜地挂在门框上，整座建筑被藤蔓和苔藓覆盖，散发出一种诡异的、不属于人类文明的气息。我从小在这片山里长大，从不知道这里有座庙。因为他不想被人发现，你们将符纸贴在胸口，能暂时掩盖生人气息。进去后不要大声说话。山魈白天通常蛰伏，但被惊动的话……他没说完，但所有人都明白言下之意。推开摇摇欲坠的庙门，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，像是多年不通风的地窖，混合了腐烂肉类的气息。我捂住口鼻，眯起眼睛适应昏暗的光线。庙内空间不大，正中是一个倒塌的供台，上面空空如也，既无神像也无牌位，墙壁上绘着褪色的壁画。天啊！小雨轻呼一声，指向最显眼的一幅壁画，画中是一群古代装束的村民跪拜在地，两只巨大的脚掌清晰可见，黑影下方躺着5个人，手脚被绑，姿势怪异。最令我毛骨悚然的是，那5个人的姿势与我们5个被标记的人被发现印记时的姿势一模一样。我声音发颤：“这是献祭？”周道士仔细查看着壁画，点点头。古代村民向山魈献祭活人，换取平安，每甲子献5升，可保一方安宁。我突然明白了，40年前失踪的5个人是怎么回事，现在为什么又是5人？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一个持续数百年的恐怖循环。我们得找到刘婶，如果她还活着。王叔打破了沉重的沉默。周道士开始在庙内仔细搜寻，最终在供台后方发现了一块松动的大石板。石板被掀开的瞬间，一股更加浓烈的腐臭味冲上来，几个人当场干呕起来。入口处，一段粗糙的石阶延伸向下，消失在黑暗中。下面有声音。小雨突然说：“是刘婶，她还活着。”王叔激动地说：“就要往下冲。”周道士拦住他：“别急，下面情况不明。陈浩、小雨和我下去，其他人守在洞口，如果有任何异常，立刻拉绳子通知我们。”他在腰间系上一根长绳，另一端交给王叔，然后点燃一支特制的火把。火焰是诡异的青蓝色，据说能照见平常看不见的东西。火把的光线只能照亮前方几米，其余空间被黑暗填满。随着深入，空气变得越来越冷，呼吸都凝成了白雾。墙壁上开始出现奇怪的痕迹，像是某种巨大的爪子抓挠留下的沟壑，还有一片片黑褐色的污渍。我不敢细想那是什么。这些脚印。小雨颤抖着指向地面，石阶上布满了灰尘，灰尘中清晰地印着无数巨大的脚印，比我们在村里看到的还要大，仿佛已经存在了数百年。山魈的老巢比我想象的还要古老，他在这里活动的时间可能比村子历史还长。石阶终于到了尽头，前方是一个开阔的洞穴，火把的光芒照不到边际，只能看到地面散落着无数白骨。我感到一阵恶寒。在那里，小雨突然指向洞穴深处，借着火把的光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影蜷缩在一堆白骨旁，是刘婶。她还活着，但情况很糟，脸色灰白，呼吸微弱。3人小心地穿过白骨堆，来到刘婶身边，她的衣服被撕破多处。刘婶，醒醒！我轻轻拍打她的脸，刘婶眼皮颤动，缓缓睁开，眼神涣散。刘婶虚弱地说道：“他在我身体里放了东西。”是什么？是卵，他要在我身体里孵出来。卵？周道士脸色骤变，伸手按住刘婶的手腕，指尖在她脉搏处搭了几秒，随即猛地缩回手。不好，是山魈的种魂卵，他把自己的精魂碎片封在卵里，植入活人体内，等卵孵化，宿主
就会被他完全控制，变成他的傀儡。我和小雨都惊得说不出话，看着刘婶胸口微微起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皮肉下蠕动，吓得我浑身发麻。那能救他吗？小雨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死死攥着我的衣袖。周道士从布袋里掏出一张黄符，快速叠成三角形，塞进刘婶嘴里，又掏出一把银白色的细针，在她眉心、心口和脚踝的紫黑印记处各扎了一针，只能暂时压制，阻止卵孵化。要彻底取出来，必须找到山魈的核心灵体，毁掉它的本源才行。就在这时，洞穴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沉闷的咚咚声，像是巨大的心脏在跳动，震得地面都微微发麻。他醒了。周道士脸色凝重，握紧了手中的桃木剑。我们得赶紧带刘婶离开这里，回到地面汇合。我和周道士一左一右架起刘婶，她浑身发软，几乎是被我们拖着走。小雨举着火把跟在后面，不停地回头张望，眼神里满是恐惧。刚走没几步，只见黑暗中无数双红色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快跑！周道士大喊一声，拖着刘婶加快了脚步。我能感觉到身后的寒意越来越紧，那股腐臭味也变得愈发浓烈。突然，刘婶猛地抽搐起来，挣脱了我和周道士的搀扶，朝着黑暗中跑去。刘婶，我想追上去，却被周道士死死拉住。别追，他已经被控制了，追上去只会送死。我们先出去，通知上面的人。洞穴里的咚咚声越来越响，那些眼睛越来越近。我们跌跌撞撞地冲上石阶，守在洞口的王叔等人看到我，立刻迎了上来。怎么样，找到刘婶了吗？他被山魈控制了，还在下面。山魈已经醒了，大家快退到庙外，用准备好的糯米和狗血布置防线。刚退出破庙，洞穴深处的咚咚声就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咆哮，整座山神庙都在摇晃，屋顶的瓦片纷纷掉落。张木匠大喊一声，指向庙门，只见一道巨大的黑影从庙门里窜了出来。这次我们终于看清了他的全貌，他没有完整的身体，像是一团凝聚的黑雾，雾气中还夹杂着无数细小的黑影，像是被他吞噬的冤魂。这就是老山魈的本体，之前村里出现的只是被他控制的山魈。大家把糯米和狗血撒出去，他怕这些至阳之物。糯米落在黑影上，发出滋滋的灼烧声，冒出阵阵黑烟，但这似乎只是暂时的。那些巨大的脚掌在地面上刨动，像是在积蓄力量，准备发起攻击。他的核心灵体不在这些脚里，在黑雾最中间。周道士举起桃木剑，对我和小雨说：“你们两个体质特殊，容易吸引他的注意，尽量躲在后面。”周道士率先冲了上去，桃木剑带着火焰劈向黑影的中心。小心！我大喊一声，拉着小雨往旁边躲闪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一只脚掌拍在我们刚才站的地方，地面被砸出一个大坑。庙外的战斗异常惨烈。周道士的桃木剑虽然能对山魈造成伤害，但效果有限，那些符咒也只能暂时阻挡他的攻势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周道士一边躲避脚掌的攻击，一边对我们大喊：“他的本源在洞穴最深处的祭坛里，必须有人去毁掉祭坛，才能彻底消灭他。”我去！我脱口而出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不想再让更多人受伤，而且山魈一开始就盯上了我，或许我去最合适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洞穴里全是他的势力，你一个人去根本就是送死。周道士突然开口：“我在这里牵着他，你们其他人掩护陈浩，让他去洞穴深处毁掉祭坛。祭坛上应该有一个黑色的石碗，那是山魈储存本源力量的地方。把狗血泼进去，再用桃木剑砸碎石碗。”可是你一个人怎么牵制他？我有师傅留下的镇山符，能暂时困住他。你们一定要尽快，镇山符只能坚持半个时辰。说完，周道士不再犹豫，举起镇山符，口中快速念起咒语，符纸瞬间燃烧起来，化作一道金光，照向山魈的黑影。山魈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被金光困住。那些巨大的脚掌疯狂挥舞，却无法挣脱金光的束缚。就是现在，陈浩，快走！周道士大喊，显然维持镇山符消耗了他大量体力。我不再犹豫，接过张木匠递来的一瓶狗血和一把桃木剑，朝着山神庙跑去。沿着之前的石阶再次进入地下洞穴，洞穴里的咚咚声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山魈愤怒的咆哮，透过金光的阻隔传进来，震得我耳膜发疼。我举着火把，快速穿过白骨堆，朝着洞穴深处跑去。前方突然出现一片开阔地，正是周道士说的祭坛。祭坛由黑色的石头砌成，上面摆放着一个黑色的石碗，碗里盛满了暗红色的液体，石碗周围刻着许多奇怪的符文，符文上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，显然是之前的献祭留下的。我刚靠近祭坛，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吸力，像是要把我的灵魂从身体里抽出去。我咬着牙，强忍着不适，举起手中的狗血瓶，朝着石碗泼去。狗血洒进石碗，与里面的暗红色液体混合在一起，冒出大量黑烟。石碗剧烈摇晃起来，上面的符文开始闪烁红光，整个洞穴都在剧烈震动。就在这时，洞穴深处传来山魈更加凄厉的咆哮，金光的束缚似乎快要撑不住了。我不敢耽搁，举起桃木剑，用尽全身力气朝着石碗砸去。石碗瞬间碎裂，那些暗红色的液体落在地上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腐蚀出一个个小坑。石碗碎裂的瞬间，洞穴里的震动突然停止，那股强大的吸力也消失了。洞穴深处山魈的咆哮声越来越远，最后彻底消失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嘶吼声。我回头一看，只见刘婶站在那里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显然是山魈的本源虽毁，但他体内的种魂卵还在继续孵化。我心里一沉，握紧了手中的桃木剑，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，朝着我扑了过来，速度快得惊人。我急忙躲闪，他的爪子擦着我的肩膀，
在我衣服上留下几道深深的划痕。我咬了咬牙，举起桃木剑，朝着他眉心的细针刺去。桃木剑精准地刺中了刘婶眉心的细针，将细针挑了出来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到刘婶的身体慢慢软倒在地，胸口的蠕动彻底停止，她脸上露出了解脱的笑容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我站起身，擦掉桃木剑上的血迹，朝着洞口走去。走出山神庙，阳光刺眼，我看到周道士瘫坐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王叔和张木匠都围在他身边。山魈的黑影已经消失不见，地面上只留下一片片黑色的灰烬。你成功了。小雨看到我跑了过来，眼眶通红，一把抱住了我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背，心里却没有丝毫轻松。虽然山魈被消灭了，但刘神死了，还有几个村民受了伤。这趟青山村之行，终究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你做得很好，山魈的本源已毁，不会再危害村子了。那些被标记的人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标记会随着山魈的死亡慢慢消失。几天后，村民们安葬了刘婶和之前失踪的人的骸骨，村子慢慢恢复了平静。我站在村口，看着连绵的青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爷爷打来电话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去。我想了想，对爷爷说：“再待几天吧，等村里彻底安定了，我就回去。”挂了电话，小雨走了过来，递给我一瓶水。在想什么？在想以后的事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发现这世上真的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东西。不管以后遇到什么，只要勇敢面对，就一定能过去。我看着他的笑容，心里渐渐安定下来。或许平静的生活已经在向我招手了，但我并不知道，这仅仅是我与阴邪之物纠缠的开始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还有更多诡异的事情在等待着我。